大家应该都刷到那个娇羞跑步机器人的视频了吧？一开始所有人都是笑着看的，觉得这机器人跑步姿势太搞笑了。可笑着笑着，大家都沉默了，甚至越看越恐怖。你以为的卖萌搞笑，原来是他自己迭代上百万次算出来的最优跑步方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不是彻底刷新了你的认知？如今的国产机器人可以说在速度、耐力、灵活度上已经全方位吊打人类顶尖运动员。就拿全网最火的天宫机器人来说，妥妥的赛场黑马，直接统治了跑步所有项目。400米赛道跑出45秒的惊人成绩，稳稳拿下赛事冠军。100米项目更是离谱，直接冲进9秒区间，硬生生超越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人类世界纪录。除此之外，1500米跳高多个项目全部碾压人类尘封多年的纪录，这进步速度真的看得人头皮发麻。但比起冷冰冰的夺冠数据，最出圈最吸睛的还是他独一无二的娇羞跑步姿势。全网网友都在调侃，这机器人怕不是社恐附体，跑个步双手死死缩在胸前，脑袋微微前倾，全程不靠摆臂平衡身体，全靠扭腰，身体前倾调整姿态，看着像小姑娘害羞捂脸，又像是憋着一股劲咬牙冲刺的模样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都忍不住笑，吐槽工程师设计的太可爱，专门给机器人整了个搞笑人设，在几亿网友面前卖萌出圈。那问题来了，真的是工程师故意设计的搞笑姿势吗？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就能明白。厂家费劲研发竞技机器人，目标就是夺冠破纪录，怎么可能为了好玩故意设计一个影响速度的姿势？这根本不现实。其实背后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恐怖。这个看似呆萌娇羞的姿势是机器人自己自学成才的结果，全程没有任何人干预。赛后工程师也公开揭秘了，一开始团队给天宫机器人输入的是人类最标准、最教科书的跑步姿势，完全对标短跑名将博尔特的跑法。大幅度摆臂、大跨步幅，就是我们体育课本上教的所有人默认最科学的冲刺动作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机器人进入仿真模拟器自主训练后，迭代了上百万次，硬生生把人类奉为真理的摆臂动作直接删掉了。AI 经过无数次测算得出的结论是，摆臂带来的微弱平衡提升完全抵不上电机过热损耗的动力，得不偿失的动作直接淘汰。于是他开始一次次自我调整，从50万次迭代小幅收臂到100万次迭代彻底放弃摆臂，全程靠扭腰，身体前倾，重心调整维持奔跑平衡。这一波自主优化直接把肩关节的运行负载砍掉了30%。别小看这30%的减负，放在高强度竞速赛道上，差距直接拉开了。人类运动员跑到最后100米，基本体力透支，气息紊乱，动作变形。而这台机器人全程动力稳定，不掉速不乏力，轻轻松松完成冲刺。所以大家看到的娇羞无脸跑姿哪里是卖萌，分明是 AI 自己算出来的省电省力提速的专属最优解。除了独特的跑姿，它的过弯操作更是惊艳全场，彻底打破了传统机器人的运行逻辑。现场比赛里，天宫机器人高速过弯，巨大的离心力把机身狠狠往外甩，整个身子倾斜到极致，看着下一秒就要侧翻倒地，全场观众都忍不住惊呼。可就在即将失控的临界点，它硬生生调整姿态，稳住重心，平稳拉回正轨，完美过弯。传统机器人的程序逻辑特别死板，核心准则就是绝对不能摔倒，所以过弯只会一味减速求稳，牺牲速度换平衡。但这台 AI 机器人完全不一样，它自主摸索出了全新的过弯逻辑，允许自己短暂主动失控，就像摩托车专业选手压弯一样，精准计算速度、弯道弧度、倾斜角度，卡在侧翻的临界值高速过弯，全程靠毫秒级的脚踝跨步力量调整，硬生生掰回机身姿态。人类没教过，程序没预设，
全是他自己实战迭代悟出来的技巧。最扎心的是什么？人类跑步摆臂几百万年，教科书、体育训练体系全都认定摆臂是维持平衡、提升速度的核心关键。我们默认这是绝对的真理，可 AI 跳出了人类的固有认知，纯粹依靠物理规则、能耗测算，推翻了人类的固有常识。摆臂根本不是最优解，只是人类身体结构受限、脊柱脆弱、头重脚轻，被迫妥协的凑合方案。机器人没有人体的生理短板，只遵循最本质的物理逻辑，不被固有认知束缚，不好用的习惯直接舍弃，只保留最优方案。甚至现在的外骨骼研发思路都被颠覆，未来不靠人类步态，只靠最优能耗路径设计，哪怕姿势怪异，也能实现极致省力。这就是 AI 自主进化的恐怖之处。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足有16个国家参与，666支队伍，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，规模堪称机器人界的奥运会。可谁能想到，曾经领跑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日本，全程就只派出了1支队伍，参赛规模、技术实力和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。日本这次参赛的是 GMO 互联网集团旗下唯一一台参赛机器人，还起了个软萌的昵称叫小童。听着乖巧可爱，可赛场表现却一言难尽。400米预赛环节，这台机器人刚跑没多久，就因为电机过热、负载过高，直接动力耗尽，当场倒地，机身头部直接摔坏，彻底无缘半决赛。日本解说当时的语气都满是无奈，直言已经筋疲力竭了。这4个字原本是用来形容拼尽全力的运动员，执着坚守的从业者，用在机器人身上，满满的无力感。好不容易调整修复后，他再战1500米长跑项目，勉强顺利完赛，最终成绩7分43秒89，在35支参赛队伍里排名第7。听起来好像成功完赛，小有成绩，可对比一下国产机器人的成绩，差距不可谓不大。本次赛事第1名的国产机器人1500米成绩仅2分21秒64，第4名的天宫机器人也只有2分33秒23，顶尖国产机型的速度足足是日本机器人的3倍多。这哪里是同台竞技，完全是 F1 赛车和共享单车的差距，根本不在一个维度。赛后，日本 GMO 的工程师也坦然承认了所有问题，核心短板特别致命，就是散热和能耗控制。高速运行、长距离奔跑时，电机快速升温，系统只能被迫减速降温，严重影响竞速发挥。极限状态下直接过热宕机，倒地损坏。其实这也是目前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共性瓶颈，但让人无奈的是，中国团队已经通过算法迭代、结构优化大幅改善了这个问题，而日本团队依旧卡在基础散热难题上无法突破。即便勉强完赛，也只能自我安慰，参赛目的不是冲成绩，而是积累数据、摸索经验。更尴尬的是，日本这台唯一参赛的机器人根本算不上纯正的日本制造，它的硬件机身、核心躯体全部来自宇树科技，日本团队仅只负责表层的控制算法开发，说白了就是借中国的身体跑日本的程序，全程靠着国产硬件撑场面。这也是日本当下机器人产业最真实的状态。赛前，日本媒体记者还特意现场跟跑体验，直言拼尽全力才能跟上机器人的速度。原本想借机彰显日本技术，最后反倒显得格外狼狈。这场实力悬殊的比拼结束后，日本全网彻底陷入热议，评论区满是无奈和唏嘘。有人自嘲能跑完1500米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但转头就看到旁边飞速掠过的中国机器人，差距一目了然。还有老网友感慨，20多年前日本 Ashmo 人形机器人就能平稳走路、互动打招呼，那时候中国机器人还停留在玩具级别。谁能想到短短10几年，局势彻底逆转？也有网友强行找补，说日本的工业机器人精密硬件制造依旧领先，软件算法才是核心。可这话根本站不住脚。本届赛事全程取消人工遥控，所有机器人全自主决策运行。中国不仅硬件碾压，自主学习、实时决策的软件能力也早已实现反超。所以如今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已经成为继新能源汽车之后，中日科技竞争的又一核心战场。这场机器人运动会看似是一场趣味竞技比赛，实则是两国科技实力、产业潜力的直观对决。中国机器人从模仿人类到超越人类，从人工操作到自主进化，1年时间完成100年技术跨越。
而日本从曾经的领跑者沦为如今的小众陪跑，满满的时代落差，不得不承认，属于中国机器人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